马克龙想参加金砖峰会，俄罗斯表示质疑，但中国可以力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乌克兰危机持续的背景下，即将举办的金砖组织峰会被认为是全球战略格局向多极化趋势发展的一个标志。而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普京是否会出席这场峰会，成了南非的一大难题。与 G7 相比，金砖峰会到今天还有巨大的影响力。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真的变成了金砖，印度的发展趋势也不错，而巴西、南非和俄罗斯几乎都变成了砖头。当前金砖组织准备扩编，想参加的国家就有13个，当然都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但是大家万万没料到的是，身为 G7 成员国，而且是发达国家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有意愿参加金砖峰会。据法国言论报报道，马克龙本月初同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通话，提出参加本届金砖峰会的想法。从马克龙的角度来看，此举彰显了法国的战略自主，有意团结和拉拢发展中国家，意在推动建立一个多极世界。不过，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认为，法国必须解释清楚，马克龙是不是要成为某种特洛伊木马？你也可以理解为，俄罗斯质疑马克龙参加金砖峰会，特别担心金砖峰会也会变成反俄的宣传平台。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让马克龙参加金砖峰会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首先，马克龙此举可以打击美国的霸权。美国通过军援乌克兰，让欧洲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是为了绑架欧洲的战略安全，维护美国的霸权，或者说是维护美国的单极世界。但是法国的战略利益是追求欧洲战略自主，甚至是让法国成为欧洲的领导国，推动建立一个多极世界，这与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其次，马克龙反对北约在日本开设办事处，这证明中法战略互信还是非常高的。虽然我们不了解法国对中国的承诺，但是法国显然理解中国对发生新冷战的担心，反对北约势力进入亚洲，符合中国与法国的利益。马克龙已经用行动证明，中国可以力挺法国参加金砖峰会，有助于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最后，金砖组织要提升影响力，也需要有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代表。金砖组织的生命力在于团结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形成共治共享的机制，去解决全球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最富裕的国家主导的现状秩序存在着严重缺陷，并不等于金砖国家不需要聆听其他国家的声音。法国正好可以承担这么一个特殊沟通的角色。总体而言，法国不会成为金砖国家的成员国，但是并不等于马克龙不能参加金砖组织峰会。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俄罗斯的焦虑，但是也不能因为存在疑虑就反对马克龙。无论是从金砖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建立一个多极世界的角度来看，法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可以进行统战的对象，更是中国稳定对欧关系的关键。如果俄罗斯因为俄乌冲突而阻止马克龙与会，那么其结果有可能是得不偿失的。毕竟对于俄罗斯而言，反对美国霸权才是最重要的目标。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